你好，我是高。最近我逐渐感受到一种变化，那就是在日本社会里面，对于中国的印象真的是在明显的变坏。这不是我在新闻里面看到的，而是我从日常生活里面自己感受到的。今天的视频，我想分成3个部分来和你聊。首先是我看到的现实层面的变化，其次是我如何去理解这件事情背后的逻辑，最后是我们这些在日本生活的人该如何面对这场风波。这不是严肃的社论，仅仅是我作为一个在日本生活了10年的人对于风向的观察，你可以轻松的听一听。首先是第一部分，也就是事实的部分。今天中午我在公司食堂吃饭的时候，突然间意识到了一件事，就是周围的人都在聊中日关系。要知道平时吃饭的时候，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我总会竖着耳朵听大家在说什么。他们平时的午餐话题其实非常的普通，最近去哪玩了，买了什么东西，以及一些家庭小事，或者说是职场里面的牢骚。但是今天完全不一样，无论是去排队的时候、拿菜的时候，还是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坐在我周围的人都在讨论关于中国的话题。比如说最近要去中国出差，但是听说最近的局势好像有点严重。有人说听说大阪好多的 Airbnb 全都是中国人啦，听说中国人好多都是经营管理签，最近正在大扫荡啦。以及那段最近爆红的视频，就是中国官员插着口袋，日本官员点头回应的那件事。这段视频不仅在中国爆火，今天还上了日本的雅虎头条。我有看那个新闻下面的评论，日本的网友都在说，插着口袋是外交上面非常失礼的行为，但是这可能只是一种看上去占优势的表演，更多的是为了在中国国内彰显我赢了而已。今天我所观察到的这些现象，说明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只是国际新闻了，而是真的开始进入日本普通人的日常对话里面了。这是我在今天收到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第二部分就是我如何理解这件事情。前段时间我参加了行政书士的考试，考试结束之后发现的新闻就是高市早苗说，台湾如果发生了突发的状况，日本可能会行使它的集体自卫权。他的这个发言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他跨过了之前日本政府从来不敢明确说的那条线。过去的几十年，日本政府一直避免说是哪个国家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以什么样的条件会被视为存立危机事态。但是这一次，高市早苗直接给出了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情境，而这个对象就是中国。这在日本政坛算是非常有刺激性的发言了。立宪民主党的议员当场就吓到，建议他是否应该撤回一下，但是高市早苗的回答非常明确，说不会撤回。没过多久，中国的大阪总领事就发了一条很激烈的批评，虽然他马上就删了，但是截图早就满天飞，也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个砍头的言论。今天也有人在吃饭的时候说，但是这样强硬的回应，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外交上不得不做出的姿态。然后就是日本派外务省的人去中国说明，然后被拍到中国官员双手插兜，日本官员频频鞠躬的那个视频。其实日本这边后来说只是反击了中方所有基于他们立场的言论而已，并没有做出示弱的举动。但是为什么高市早苗可以敢这么说呢？前2天我其实也写在了博客里面，我觉得这里面至少有3个因素。其一就是高市早苗所在的自民党和公民党分手之后，不再需要顾虑太多关于中国的感受了。公民党长期以来非常重视对华的关系，但是高市早苗上台，公民党离脱之后，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自然就少了一层刹车。第二是特朗普的来访，让日本想要表现自己的态度。特朗普刚来日本的时候，高市早苗和特朗普的气氛非常好，一直以来日本始终维持着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中立的位置。但是最近日本在外交策略上也出现了偏向美国阵营的迹象，强调防卫，强调中国可以视为是向美国展示合作态度的一种方式。第3点呢，就是防卫费，防卫费必须要涨，但是需要一个说服国民的理由。野村综合研究所，也就是野村总研的研究员曾经发文分析过，特朗普在来日本之前，希望日本把防卫费提到 GDP 的 3.5% 到 5%。我猜测特朗普和高市早苗能够这么的其乐融融，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特朗普的要求。而特朗普去了韩国之后，也约定了韩国把防卫费提到 3.5% 的事儿，某种意义上印证了野村总研的这种说法。
但是这个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巨额的预算，钱从哪儿来？如果增税的话，日本国民能不能接受？而这次的这件事情刚好提供了一个叙事，如果中国的反应这么激烈，我们非常危险，那么国民可能会接受增加防卫费的这件事。这是我认为高市会采取强硬态度的原因，不管是不是设计好的，这个整个的逻辑链是非常顺畅的。而你也可以看出来，在这场游戏里面，中国的角色其实是被设计好的，日本就是期待说了这个话之后来自中国的反击。反过来说，中国的反击越激烈，其实越能达到它让民众担心而允许防卫费增额的这个打算。但是其实我觉得背后更深的一个现象是，这是一场胆小鬼博弈。最近我在看博弈论，其中有一个 Chicken Game， 也就是胆小鬼博弈，它假设两辆车迎面对冲，谁先转弯避开，谁就是胆小鬼。现在的中日关系就是这种状态。日本说我已经说出口了，我不能撤回，中国说我不能在舆论关系上示弱，双方都想让对方先服软退一步，所以两方的紧张在不断的升级。但是更微妙的一件事是，其实双方都在小看对方。我查了日本的智库，日本的智库其实认为中国的内部矛盾非常多，统治者稳定，但是不代表它的经济稳定。而中国这边呢，我觉得是认为日本是美国的小弟，我的眼里只有美国，跟你这个小弟有什么可说的？这种互相轻视反而让两个人的对话非常困难。但是从博弈论上来说，只要双方都能意识到继续硬顶下去，大家都会受损，那么调和的可能性就会出现。我觉得目前两边正在慢慢的接近这个拐点。第三个部分是我们该如何去面对现在的这个风波。我先说我的结论，我不认为事件会升级到发生战争的程度。我感觉日本这边它更像是一种政治表态，为将来的防卫费的预算去铺路，提前做局去诱导民意，而不是想要战争的动员。但是我也知道历史上很多的冲突都是因为双方的误判而发生的，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放松，心里面一边担心着最坏的可能性，一边去寻找现在的特殊条件下的机会。事实上可能很多影响已经发生了。首先，以中国为客户的企业股份大部分都下跌，我在想这是不是一种期间限定的买入股票的机会。因为当事件落幕的时候，随着那些恐慌全都缓解了之后，价格也会往往会修复，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其次就是日元的汇率，今天美元对日元一度达到了156，这种恐慌式下跌的本身其实就产生了很多的投机的机会。最近的片山财务相也有说过，要持有高度的紧张感去关注外汇市场的事，不排除会有介入的选项。如果在某一个时间出现了汇率的介入，那么也有很大的价差可以让我们小赚一笔。另外就是我们把视野拉得更大的话，抛开中国和日本，真正受益的是谁呢？答案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因为日本增加的防卫费大部分都会通过一个叫 FMS 的制度去流向美国政府，不管是打仗也好，不打仗也好，只要它增加防卫费，估计得有一半左右都是通过 FMS 去交给美国政府。而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报告也指出，日本曾经多次因为忖夺美国方面，然后每年都采购过量的装备，或者美国就算不给你交付武器，日本还是会全款的支付资金。甚至于会计检察院都在2019年的时候对于这件事情进行了调查，并且表达对于这整件事情的遗憾。所以防卫费上涨其实收益的也不是日本本地的企业，而是美国的军工产业链。如果继续去追踪这笔钱到了美国会流向哪些企业，可能会发现很多未来真正的投资机会在美国那边。好，今天的这些内容其实就是我最近的观察和思考，因为事情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公司的食堂里面，我真的就明确的感受到和中国的关系以及有关中国人的事情突然间成为了日本普通人之间的话题。虽然每天我都在关注着新闻，但是今天的感觉不是新闻带给我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感受到的。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些风向的，我们只能选择不被这些情绪带着走，努力的保持独立思考，提前做好最坏的准备，关注短时间内因为一些混乱而出现的机遇，接受现实可能会发生的一切好的或者坏的变化的同时，继续努力的过好自己的生活。希望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独自的在承受着这些。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